大婚当天吉时过了，伴郎却跑来说新郎喝了一宿没醒。我不吵不闹，直接拨通电话。你不是要抢婚吗？又是什么事儿？明天花车几点到？伴郎接亲的时间，你跟他们说了没有？沈婉宁，你烦不烦？哎呀，江哥哥，明天结完婚你就没自由了。今晚可是最后一日，还不陪我好好喝一杯？江景慈，你要我一个人管这一切吗？你别折腾了，婚礼就那么回事儿，走个过场，何必搞得所有人都累？哎呀，江哥别管他，来喝酒。走过场，为了这场婚礼，我用了14个月，改了37版方案，试20几套婚纱，花掉了2个亿。嫂子，你也太较真了。当初求婚的时候，你说一定会给我最隆重的婚礼，让全城人看见，让天上的妈妈也看见。原来只是走个过场。明天你来。好，明天我到。肯定是江景村那小子终于赶到了，吉时都过了1个小时了。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江景村呢？我们对不住嫂子。宁浩，我问你新郎呢？百丽拉着景慈喝了一宿，现在还没起来。我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人接。什么叫没起来？大婚当天他宿醉到现在，吉时都过了，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怎么办啊，闺蜜？我妈走的那年，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，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看不到我穿婚纱。她嘱咐过，她的女儿出嫁那天一定要美得让全世界屏息，这是我答应过她的事。不等她了，直接去现场。婉宁不行，这太委屈你了，哪有新娘子自己去酒店的？我也不用规矩困住自己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没有接亲环节吗？听说新郎到现在都没出现呢。婉宁，是爸爸没看清人，今天在全城人面前，你何至于受这么大的委屈？2个小时了，你让我等得够久了。你终于来了。哟，这么多人啊！沈婉宁，江景村的人是我的。他疯了吗？穿成这样，还有那个女人。你们2个，等一等。嫂子啊，那套白礼服我让人悄悄换走了，这身是我亲自给他挑的，比原来那套好看多了。男人穿白色没精神，我早就说过。百里，新郎婚礼穿什么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决定？我是他从小到大的好兄弟，帮个忙怎么了吗？这关系也太媚了吧！这真的是心疼正主，大婚当天这么膈应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故意让全网看你笑话？按原计划。明白。好戏该开场了。史小姐，仪式时间已经推迟了2个半小时，现在是否开始？开始吧。各位来宾久等了，先吃饭吧，仪式环节就不搞了。好。对，我都饿了。江景村最体贴了，就这么一句话取消仪式？求婚时单膝跪地的样子，说要给我全城最盛大婚礼时的认真，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沈婉宁，你说句话呀！别急。今天的主角是新娘子，咱们先请新娘入场，仪式简短，绝不耽误大家用餐。哎呀，仪式好无聊的，江景珍你唱首歌吧，热闹一下气氛。那我就随便唱2句。好听，再来一首。我们合唱，来。我们合。沈家大小姐花了那么多钱，就办出这种效果，太丢人了吧？沈董，你没事吧？沈叔叔，您当心。哎呀，歌词是什么来着？你帮我想想嘛。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新娘子还在下面站着呢，太荒唐了，把结婚当儿戏。沈婉宁，你就这么看着？看着。你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再等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！景慈，我们下去吃东西吧。你怎么还站在下面？上来啊！嫂子，你别介意啊，我就是帮景慈暖个场，你快上来吧，我把位置让给你。他居然说让给我。别磨蹭了，人都等着吃饭呢，后面还有多少流程？搞快点儿，过来啊！站那么远干什么？沈婉宁，你在搞什么？台下那么多人看着。对，那么多人看着。各位来宾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我说2句话。这场婚礼只因为这是我答应过我母亲的事，母亲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。
他说将来我的婚礼一定要风光圆圆满满，但是今天接亲取消了，及时错过了，仪式没有了。新郎穿着别的女人挑的衣服迟到了2个半小时，然后在台上跟另一个女人唱跳。嫂子，你别这样说嘛。白丽，接下来的话没有你的部分。沈婉宁，有话回去说，别在这丢人。丢人？你觉得今天丢人的人是我？你笑什么？跟我走。没什么流程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今天的新郎。我说，新郎换人了。嫂子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……行了，别闹，这种把戏当着500人耍，不嫌丢人。不必了，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。你以为你今天这一出，谁会站你那边？别不识好歹，我让你3分，你别当成软弱。你考虑过我怎么收场吗？嫂子，你就算生气也不至于这样吧？景次不就是晚来了一会儿吗？我们可以重新来过的，仪式现在补上也来得及。谁跟你我们？沈小姐这是要当场悔婚？好啊，江家这脸面往哪儿搁啊？话说回来，也是江少先不把人家当回事儿的。让他进来吧。那是不可能，顾恒山，顾家的顾恒山。江少，这个场子你玩不起。沈婉宁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等了3年，够久了。顾寒深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上个月商业周刊封面那个，今天怎么……跟我解释清楚！松开！这位是？没什么人。沈婉宁，你觉得你换个人来我就没办法了？你有什么办法？景池，我们走，不在这丢人了。丢人？早该走了，从到这开始就一直在这一伙儿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好，沈婉宁，你行，你等着。3年的忍耐，今天算是画了句号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各位来宾，今天的婚礼程序上可能和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，但新娘既然做了选择，我们尊重新娘的决定。那么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有请新人入场。他这是在演戏吧？哪有现场换新郎的？你不知道顾恒深是谁？人家要是演戏能演到这个咖位，老哥，这你知道？算了，不需要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顾恒山？瞒得够深的，以后再说。他今天累了，我替他喝，各位随意。麻烦。不算。走。那条消息，3年前你没发，我以为你不会发了。3年前不需要，那今天为什么需要了？因为有些事忍够了，就不想再忍了。忍够了好，接下来的事你打算自己处理？当然。需要帮忙的时候呢？再说。那我等着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底气。来兴师问罪了。婉宁，你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婚礼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景慈确实做的不对，但你也知道他不是有心的。周姨，他不接亲，不穿礼服，不走仪式，哪一件是无心的？那白灵的事儿，白灵的事儿，你应该问您儿子。沈婉宁，婚礼虽然出了岔子，我约你出来当面聊好。不好，周姨，法务已经在走流程了，不存在什么商量。你是要一拍两散？你想过后果吗？后果？周姨，当初合作是给面子，不是离了江家就活不了。他什么意思啊？来劝和？
江家那2个项目加起来不到沈家3%的力量，他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儿？人在高处站久了，就分不清谁在仰视谁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什么都不办，等他们出招就行。他们？你觉得白离会善罢甘休？哼，确实不会。你看看，我就知道白离那绿茶不会消停。说我早就和顾恒深有不正当关系。婚礼上那场戏是我故意安排的，目的是当众踩江景痴给自己造势。你看看下面那些评论，有钱人的把戏真多，肯定是白鹿找人发的。意料之中。你就这么淡定？人家都把脏水泼你头上了。慌什么？走，今天约了去看铺面。铺面？什么铺面？新品牌线下手店的选址。你现在还有心思搞你那个品牌？什么叫还有心思？那才是我的正事儿。行，我陪你去。你跟我交个底，那个品牌你搞了多久了？4年。4年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？没到时候。那现在到了？快了。位置绝佳，但绝对物超所贵。您看看，没问题的话就在这签字。合作愉快，沈总。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人家怎么叫你沈总？不算瞒。那叫什么？时机不到就不说。行，你牛。这都发酵3天了，网上那些营销号越写越离谱。先吃饭。哎呀，这么巧，嫂子也在这儿吃饭呀。嫂子别这副表情嘛，我又不是来找茬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来道歉呀。婚礼那天的事儿确实是我不好，我太不懂事了，让你难堪了。你看，我都专门来道歉了。嫂子你也大人大量，原谅我一回，咱们别闹这么僵好不好？买的那些营销号稿子删了没？什么稿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装什么？我真不知道，网上那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可能是看热闹的人乱写的吧。嫂子，他这2天也很后悔，他让我来替他探你的口风。他自己不会来，他怕你生气吗？白离，你跑这一趟是代表他，还是代表你自己？当然是代表景慈。那你转告他，不用探口风了。律师函今天已经送到。你至于吗？你觉得不至于？沈婉宁，你也别把事情做太绝了。你觉得换了个顾恒深就能踩着景餐和我上去？你也不看自己是什么层次的人。你说完了？走了走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沈婉宁，你等着！他威胁你，他凭什么欺负你？让他说。你就不怕他搞事儿？他搞事，我还省得找理由。沈婉宁还敢拿律师函吓唬我！沈婉宁，沈总，要不要我叫保安？不用。1分钟。你发律师函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解除婚姻关系，财产按协议分割。我不同意。不需要你同意。沈婉宁，婚礼上的事我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道歉了？我让白离，你让白灵来替你道歉。江景慈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？你真的觉得只是婚礼的事？问题不就是婚礼的事，你非要抓着不放？3年，3年里每一次我和你有分歧，你第一个维护的都是白灵。什么？你敢说你把我放他前面过一次吗？哪怕1次？够了，律师的事你直接对法务，别再来找我。沈婉宁，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？不是我在闹，是你先不把这段关系当回事。我会改。不需要了。他走了。走了。怎么说的？什么都说了，什么都完了。江总，沈家法务把婚前协议的每一条都列清楚了。您看这几条，协议里写的明明白白，江家在这段关系里拿到的利益远大于付出。沈婉宁，你算计的真好。不是算计，是止损。签吧，拖下去，难看的是你。沈婉宁，你别后悔。你看，白丽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她是真不怕被骂，她上位还敢这么高调。她不觉得自己有错，现在人还回来了，她自然觉得是她赢了。真够不要脸的。那你呢？就这么看着她蹦？下周有一场行业论坛的闭门晚宴，全城叫得上名字的商界人物都会到。你之前不是从不参加这种场合吗？现在不一样了。你要动手了？我不急。为什么？
因为摔得越重的人，之前一定站得更高。懂了。沈小姐，这位似乎不够资格参加我们的闭门晚宴。把最高规格的烫金邀请函发给他，我要他风风光光地出现在晚宴正中心。沈婉宁，你以为离了婚就能摆脱我？这场晚宴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沈家大小姐来了，她跟江家的事闹那么大，怎么还有脸来？顾灵深也来了吗？没看见人啊。3点钟方向，百里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婉宁也来了呀。婉宁是一个人来的吗？那位顾先生没有陪你啊？也是，人家那么忙的人，怎么可能每次都给你撑场面呢？就是，真以为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婉宁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今天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你看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多冷清呀，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？景冉那边也有位置。宁，你笑什么？我叫程之明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记错了。白灵，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直说。我就是好心来打招呼嘛，你怎么这么大敌意？好心？对啊。那你知不知道你脚下站着的这块地是谁的？这家会所的地皮3年前被收购了，收购方是蓝丰集团。蓝丰集团的控股人是谁？你查过没有？沈总，包厢已经准备好了，贵宾区这边请。百里，搞清楚谁是客人。周芳如，这是要断你的供应链。他想，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。你确定要暂停合作的那2家，可是跟咱们合作了5年的老供应商？5年合作的利润分成，他们心里清楚。跟着江家走一步，沈家这边的单子就彻底没了。哎呀，程总，刚才底下人搞错了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明天我就把下季度的料子亲自送过去。还真让你说准了，这帮见风使舵的家伙。周芳如在商场上没讨到便宜，接下来该用下作手段了。听说了吗？沈婉宁之所以能突然把顾恒深拉来婚礼上撑场面，是因为他早就背着江景瑟跟顾家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假的，这是不是不清啊？周芳如亲口在饭局上说的，还能有假？江家这次可吃了大哑巴亏。沈小姐好。查一下周芳如这半个月见了哪些人，说了哪些话，一字不落的报给我。明白。另外，周芳如既然想玩断供，就让她彻底出局。是。林峰店的年度品牌发布会时间定了吗？下月18号。嘉宾名单里加一个人。谁？白丽。明白了。蓝丰集团连景琛都不一定能拿到那场邀请函，居然主动发给我了。看来我在圈子里的名气终于打出去了。沈婉宁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婉宁，发布会的事我听说了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不用，看戏就好。周芳如那边的事要我出面吗？不用。确定？确定，我自己来。好，不过发布会那天我可能会去。你想去就去。那你不反对？你去哪里关我什么事？行，那天见。谁的电话？顾恒深。他说什么？说发布会那天他会去。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朋友。朋友？当着500人的面穿白色礼服去你婚礼上，这叫朋友？行，不说拉倒。发布会的准备工作都妥了，邀请函已经发了200份，主流媒体全部到场。白灵的邀请函收到了。收到了，他秒回确认出席。你到那天就知道了。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，什么事都憋着不说。这场发布会对我来说是另一件事的开始。我花了4年时间，从零开始做起来的品牌，从未公开创始人身份，圈内人只知道设计总监神秘低调，没人猜过是我。这次我不打算继续藏了。婉宁，喂，爸。江家那边你到底怎么打算？2个项目加起来小20亿的合同被周芳如搅黄了，我能不管？爸，这事儿你不用管，搅不黄。你哪来的底气？
3天后你就知道了。你像你妈，什么事儿都不肯先说。爸，等我消息。你看白离发的动态，他真以为自己是去当座上宾的。随他去。他要是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估计现在就笑不出来了。明天的战场，所有人都会看见结果。都准备好了，白离到了，坐在第5排中间。江景慈呢？没来。周芳如来了，坐第3排。很好。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，接下来是今天发布会最重要的环节。蓝峰集团旗下核心品牌序章自创立以来，创始人从未公开亮相。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为大家揭晓这位神秘人物的身份。有请序章创始人沈婉宁。不可能！大家好，我是序篇的创始人和设计总监沈婉宁。序章品牌创立4年，目前估值已超过70亿。70亿？他今年才多大？我一直以为她就是个沈家的小姐，难怪蓝峰集团那么重视她。一个女人能自己做出一个70亿的品牌，我这半个月散布的流言，简直是巴掌一样抽在我自己脸上。另外，今天到场的特邀嘉宾中，有一位也是序章品牌最早期的投资人，杜航申先生当年以个人身份投资了序章品牌的天使轮，是唯一一个从第一天就知道创始人身份的外部投资人。投资序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沈婉宁，你一开始就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请我来这个发布会，就是为了让我亲眼看见你出风头。白离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做事只为了气别。我做这个品牌的时候还不认识江景琛，他跟你没有1分钱的关系。但是你今天非要这么做，非要让所有人都看见。我做我自己的事。你以为你赢了，这才哪到哪？既然你非要逼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婉宁，发布会效果简直炸了！今天所有主流媒体都在报，直接冲上热搜前5。你看看这底下的评论风向，彻底转了。网友都在说，人家自己就值70亿，需要攀附谁？还有这条，白离和江家那个婆婆现在脸疼不疼？大写的打脸，真是痛快。安静从来意味着认输。这谁搞出来的？日期居然标在你和江景琛结婚之前。你觉得呢？白离，他哪来的渠道搞的这种东西？这分明是想证明你婚前就和顾文是有商业勾连。搞不到就伪装。伪装？你看这个签名，笔画不对，我从来不这么写若字的最后一笔。还真是，这谁仿的也太拙劣了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打算怎么用这份东西。如果他真的把这份意向书发给媒体，就算我们能澄清，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。他既然敢伪装，就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不过他太心急了。心急？他以为这份意向书能毁了我，却不知道这恰恰自找麻烦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他想玩，那我们就陪他玩到底。我要让他知道代价是什么。按计划进行。让法务准备。追问他。发稿的平台和提供材料的人，文件是假的，走鉴定，一查就穿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帮我约一个人，约见面，白离3天后，地点你定，选个人多的公开场合。那份文件是你伪造的。什么文件？哎呀，婉宁，你说话怎么没头没尾的？别装了。沈婉宁，你没有证据说这话，可是要负责任的。我有，你找人仿了我的签名，但仿的人不认识我的字。林峰3年前改版过内部模板，你拿到的是旧版。还有，找人写稿的那笔转账，你用的是你姐姐的账户，你姐知道吗？你查我的钱？你搞我的名声，我还不能查你的来路？沈婉宁，你把我约到这里，就是想让别人看笑话？不是，我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撤回那篇稿子，公开道歉声明，以后不再做任何针对我的动作。这件事儿就到这里为止。沈婉宁，你以为你有了个品牌，有了个顾魂身就能压着我？你知不知道景思现在站在我这边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所有人？所有人？对。百里，
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江景次会站在你那边多久？因为爱你，还是因为面子下不来？你闭嘴！你觉得一个男人被前妻当众甩了之后，立刻跟你站在一起，是因为有多爱你？周芳如帮你是因为喜欢你，还是因为恨我让他儿子丢了脸？你觉得一旦你没有价值了，他还会记得你姓什么？你不用在这儿激我，你说的那些证据我不怕，看谁耗得起！百里，我给了你机会，是你不要的。他不会收手的，我知道。那你还给他机会？给过，我就问心无愧了。接下来呢？证据链已经完整，接下来就不用客气了。现在认还是等传票，由不得他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什么时候签过这些担保？江总，确实是您的，但操作 IP 地址显示是在白小姐的住处。百里！是的，以您的名义替她几个朋友的项目做了担保，2000万。他拿我的名字去给别人做担保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而且，这几个项目里有3个已经爆雷了，债权人现在正在追讨担保人的责任，也就是您。百里，你敢阴我！景慈，你干什么？弄疼我了！你拿我的电子签章去给你那些狐朋狗友做担保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你的提款机吗？景慈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几个项目本来很好的。你背着我签了快2000万的担保，你管这叫顺手？景慈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难道要因为这点钱跟我翻脸吗？我真的是为了帮。别碰我！我妈因为这件事气得住院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别再来找我。景慈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为了你才得罪沈婉宁的。你那是为了我吗？你那是为了你自己。江景慈，沈婉宁，你们逼我的，我绝不会就这么认输。婉宁，江景琛刚把白鹿甩了，当街闹得很难看。不过白鹿好像还没死心，正在疯狂联系几家八卦媒体。失去江家这座靠山，他还想垂死挣扎。他现在身败名裂，还能有什么依仗？盯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最新消息，江景慈把白木拉黑了。你不开心？该高兴吗？你辛苦那么久，对手终于倒了，至少高兴一下嘛。他还没倒，这都各自飞了还没倒，江家都不要他了。他还会挣扎，那种人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认输的。沈婉宁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就算走，也要拉你垫背。你还真说对了，白丽发长文了，把自己塑造成了一朵绝世白莲花，说你仗势欺人，评论区居然还有一堆人心疼他。热能撑多天？那家被塞材料的小报刚刚把笔迹鉴定报告公布了，风向已经彻底变了。他自己把最后一条路堵死了。删了也没用，截图早就满天飞了。获得本届年度设计大奖的是序章品牌创始人沈婉宁女士。沈婉宁，还有事？你赢了。从一开始你就赢了，你什么都有，我拿什么跟你斗？你不需要跟我斗。什么？从头到尾我没有主动攻击过你，我做的每一步都是防守。防守？你管那叫防守？是你先动的手，每一次。骗人是你，伪装文件是你，拉着周芳如在圈子里重伤我也是你。你只是觉得你能赢。你知道这半个月我经历了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江景次不要我了，周芳如把我的电话拉黑了，那些朋友一个都联系不上了，我被3个品牌解约了，我现在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，这些都是你造成的。百里，你搞清楚一件事，把你推到今天这步的不是我，
是你自己。你3年来挑拨我和江景慈的关系，你在我的婚礼上公然欺负我，你在网上编造我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选的。我没有。你没有什么？你没有在婚礼上搂着别人丈夫的肩膀唱歌，你没有在朋友圈发忠于自由，你没有用你姐的账户给营销号打钱。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，这些代价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自己一步步积攒出来的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那些事呢？没有如果。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你觉得他会真的收手吗？这次应该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没有拿出任何东西的底气了。发布会才过去1个月，序章的线上销售额就翻了1倍，线下门店的预约听说已经排到3个月之后了。是，产能和供应链都在加紧跟进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该多高兴。周芳如托人带话来了，说的是江家那2个被暂停的合作项目的事儿。说什么？周女士说给沈家造成了变，她很抱歉。那2个项目如果沈家还有意向，她现在倒是知道什么叫低头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他儿子跟他闹翻了，江家最近2个项目出了问题，急需沈家的渠道兜底。那你接吗？接。不膈应，他之前可是编着法的往你身上泼脏水。做生意不看情绪，该赚的钱不因为他的态度就不赚了。你可真冷静。妈妈教的。婉宁，喂，听说你拿了奖，你消息还是那么灵，恭喜。谢谢。周末有时间吗？干什么？吃饭。吃什么饭？庆祝你拿奖的饭。行。好，我来订餐厅。随你。那就这样，周6晚上7点。晚安。晚安。顾恒山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偷听？我坐这么近，想不听到都难好吗？周6约会，吃饭，吃饭就是约会。不是，你嘴硬。来了。都是我喜欢的口味。趁热吃。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问。婚礼那天，如果我没收到那条消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自己上台说完该说的话，然后一个人走。那你为什么还是发了那条消息？因为那场婚礼是妈妈的心愿，她想看到我风光出嫁。如果结尾只我一个人走台，那太难看了。所以你需要一个人来接住那个场面。对。3年前你告诉我你要嫁给江景秋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因为那是你的选择，我尊重。我知道。但我一直没走远。我也知道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什么？现在你自由了，品牌也公开了，该解决的人也解决了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想好做我的事。就这样？你想听什么别的答案？那我继续等。等什么？等你想好接下来的答案。4年，你瞒了我4年，不算瞒，不算瞒。你搞出一个值70亿的牌子，我这个当爹的到最后才知道。早知道了你会紧张。哼！婉宁，顾恒山到了。来了怎么不进去？人太多，等你出来。进来吧，别站外面了。好。
4年，从一张草图开始，到现在满满一面墙的设计。妈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女儿做到了。谢谢。好，但下一次你来剪彩。谢谢你，沈婉宁，请你继续加油。年轻人的事儿让年轻人来讲。各位股东，序章品牌的第2家旗舰店已经开业，第3家也进入了筹备期段。根据出炉的年度财报，序章的品牌估值已经正式突破了100亿。你妈当年也是这个样子，站在台上的时候，谁都移不开眼。二叔过奖了，我跟他还差得远。差什么差？他要是看到你现在，比谁都骄傲。偷听？不算偷听，门没关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爸请我来的。他请你来干什么？他说有件事想问我。什么事？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娶他女儿。我说等他点头。沈婉宁，我等了4年了。再给我点时间。多久？不会太久。那我继续等。你不烦？不烦，值得的事不怕等。4年前我说过，等你准备好。现在序章破100亿了，沈总，准备好给我个名分了吗？带上吧，顾先生。5年前，我在东区开了第1家店的时候，很多人问我，一个26岁的女人凭什么做一个值70亿的品牌？我的回答是，凭4年的时间，1000多个加班的夜晚和一个从来不肯放弃的念头。这个念头来自我的母亲，她告诉我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不配拥有的，只要你敢想、敢做、敢一步走到底。今天是序章品牌的第12家门店，品牌估值超过200亿，团队从最初的5个人变成了1200人。借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也想向大家宣布一个私人消息，我订婚了。哟，我们的100亿女总裁和她的神秘未婚夫终于舍下来见我这个孤家寡人了。少贫嘴，点好菜了吗？不过说真的，婉宁，你今天在台上宣布订婚的时候，简直帅呆了。不过顾总，你家那边知道这事儿吗？顾家能接受婉宁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当年瞒着我搞品牌的时候，我真想跟你绝交。你说了800遍了，我还要再说800遍。行了行了，我吃个火锅还得看你们秀恩爱。谁秀了？他刚给你夹了第3筷子虾滑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多吃点。沈婉宁，你现在幸福吗？还行。什么叫还行？就是还行。你俩真是绝配，一个比一个嘴硬。婉宁，出事了！有3家核心供应商同时发函说高端面料全线断供，
原因我查过了，是苍兰在背后搞鬼，他们暗中囤积了市面上180的高端面料，统一压价，还拉拢供应商卡我们的脖子。他们这是想逼我们在扩张期资金链断裂，好让蓝鲸低价并购续单。他们找错人了。可是新品线下个月就要上线，现在原料告急，产能缺口太大了，怎么办？这可是要命的关头。通知生产部连夜启动海外备用供应链。海外备用供应链，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条线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3年前创立序章时，我就在海外埋了这条线，以防万一。现在是时候激活了，按原计划执行，产能全天内，我要看到所有缺口被填补。Confirmed. All lines activated. 产能缺口已经补足，蓝鲸的断供牌废了。婉宁，搞定了！之前被蓝鲸用同样手段搞过的那4家品牌，全都统一联名了。证据都整理好了吗？蓝鲸囤积压价、操纵市场的证据全在这里，铁证如山，一笔一笔的账目清清楚楚。立刻把这份明信和所有证据提交给协会，正式举报蓝鲸操纵原材料市场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婉宁，协会那边回复了，已经正式受理并启动调查。蓝鲸从猎人变成被查对象了，我看他们还怎么嚣张。沈总，行业协会的调查需要时间，但旭升的资金链可等不起。我们蓝鲸愿意出价50亿，全资收购旭升了，这已经签字，大家体面。毕竟财大气粗，现在被查，他们也是急于脱手。50亿，要不我们考虑一下，保住颜面要紧啊。50亿，买畜牧的边角料都不够。沈婉宁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举报就能扳倒我们？没有资金注入，畜牧撑不过下个月。谁说序章没有资金？顾总，您怎么？我以畜牧早期投资人的身份，正式宣布追加投资，畜牧最新估值200亿，你们那50亿的报价留着交吧。既然沈小姐也是做企业的，白家最近在做区的高端零售整合遇到了点瓶颈，你跟沈小姐探讨探讨。沈小姐，最近原材料市场变动，蓝鲸那种老牌企业都在收缩供应链，不知道沈小姐有什么高见？原材料变动的核心是前端垄断，你们白家的动点不在成本，在对上游的依赖度太高。如果是我会直接绕过2级代理，用股权置换的方式绑定源头工厂。蓝鲸收缩是因为他们船大难断牛，这恰好是你们吃掉他们市场份额的最佳窗口期。沈小姐对供应链的理解比我见过的许多操盘人都要透彻，受教了。看来你确实不是靠行深。听说了吗？旭邦刚拿了奢品集团的战略注资。时机这么巧，没有顾家这棵大树在背后撑着，人家能看上他一个刚冒头的牌子？燕深，你先出去，婉正，你留下。母亲，婉宁是我的未婚妻。我只是跟她单独说几句话，怎么怕我吃了她？去吧，等我就行。外面的风言风语你都听见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你们订婚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了。沈婉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处心积虑走进顾家到底图什么？是不是就为了借顾家的事给你的续篇铺路？伯母，续篇走到今天靠的是70亿的实打实业绩，靠的是我4年来对供应链的绝对掌控，不是任何人的背书。他们看中的是序章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润，而不是顾家的招牌，只看价值。我等这门婚事，我图的是一个愿意平视我、懂我的人。我母亲临终前告诉我，女人要有一份不依附任何人的底气。燕深懂我的底气，也尊重我的独立。我们是势均力敌。看着吧，老太太这关可不好过。就是，真以为咱们顾家的门是那么好进的？那是老太太传下来的玉镯啊！从今天起，婉宁就是我们顾家名正言顺的儿媳。谁要是再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质疑她的能力，就是跟我过不去，跟整个顾家过不去。婉宁，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尊严是自己挣来的。婉宁，江景慈那边有动作了，他现在可是被逼急了，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他欠了那么大一笔，现在到处乱咬，咱们什么时候收网，给他最后致命一击？婚礼现场完整机位，加他迟到2小时的监控，发出去。等这一天很久了。买最大热搜位，全网推送。不就是个序章总裁吗？只要我把深情人设做实，大众照样同情我。这怎么可能？节目组不是把这些都剪掉了吗？王导，网上的视频怎么回事？
你们不是收了钱保证不流出的吗？江少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节目组造假，我们顶不住了，只能实话实说。你敢！沈婉晴，你非要赶尽杀绝是不是？程之念，我们做到了。巴黎国际时装周官方邀请函。万宁，这可是国际首秀，咱们序章终于要走向世界了！恭喜沈总得偿所愿。这次的发布会，我们要用妈妈留下的手绘稿作为灵感核心，这是对她最好的告慰。对，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面料供应商，绝对保证完美还原。不过，越是这种关键时刻，越要防备有人狗急跳墙。你是说白离？江景琛都已经进了，他现在可是孤立无援，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他那种人习惯了寄生，现在宿主没了，为了自保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刚得到消息，他最近在疯狂联系一些网红和营销号，想在外面搞事，他也配？这女人真是不散。婉宁，咱们得提前防备，不能让她毁了咱们的心血。让她跳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程之年，立刻通知法务，准备好所有的维权材料和禁止令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，绝对把他的路堵死。沈婉宁，你想风风光光的办首秀，做梦！听说国内那个很火的品牌序章今天首秀哦！哎呀，你快点拍我，标题就写序章创始人涉嫌抄袭，维护者街头控诉。吕姐，这能行吗？序章现在风头正盛，咱们这么搞会不会惹麻烦？怕什么？我手里有证据，只要舆论一发酵，沈婉宁就完了。你不是想涨粉吗？这就是爆款。行，拼了！大家好，我是白丽。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为了揭露一个惊天骗局。序章的创本人沈婉宁，她根本不懂设计，她的作品全都是抄袭。女士，请出示您的有效证件。我有证，我是媒体。这是伪装的场外证，您无权在这里进行任何拍摄和采访，请立刻离开。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我是来维权的。沈婉宁给了你们多少钱？陆姐，我先撤了，这事我管不了。你给我回来！沈婉宁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拦住我吗？我今天非进去不可。宁，百里果然在场外搞事，还开了直播。就这点手段。沈总，禁止令已经拿到，那边也已经介入。干得好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是啊，终于清静了。婉宁，倒计时了！各位，这是序章的首秀，也是我们向外面证明自己的时刻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！婉宁，你今天是最美的。序章200亿的盘子你都稳得住，以后的日子你也一定能过好。爸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把它交给你了，不是联姻，是他选了你。您放心，这是我等了3年的答案。3年前那个当众换狼的雨夜，我以为自己走向的是一场豪赌。那时我选择转身，咽下所有的羞辱与不堪。如今，我终于走到了对的人身边。3年前我说过，等你准备好，是我唯一的节奏。从退让到自立，这条路我走了很久。谢谢你，没有催促，只有陪伴。今天序章已经不需要我救场，还需要雇佣沈婉宁。需要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婉宁，一定要幸福！妈妈，你看见了吗？